Hello， 各位處女座海底撈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這個影片呢是要給處女座的朋友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啊。那我們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呢，沒有任何時間上面的限制，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的時候看到這一則影片的話呢，我會建議你以這個當下的月份或者是前後推敲1個月的時間，通通都可以，好嗎？影片下方資訊欄有詳細的影片使用說明。那當然呢，我也相信什麼時候看見就是最適合你的時間點，所以呢，我覺得呢，你也不用拘泥哈，你就是享受這個訊息當下要帶給你的內容就可以了。OK， 好，首先呢，我們一樣在開場訊息，會有這個12星座的開場小貼士哈，這生活小貼士要給大家作為一個簡單的參考哈。第一個我感覺到這個處女座的能量場，就是最近處女座呢，你非常適合插一些鮮花在家裡 ，OK 哈，我感覺哈是比較偏向紅色系，或者是粉紅色系，或者是黃色系也可以 ，OK， 就3個色系呢哈，你應該都可以去嘗試一下，好不好？粉紅啦鮮紅也可以啦，黃色也可以 ，OK 哈。因為我感覺呢，這個鮮花的能量呢，有一點是好像在幫你的這個就是下3輪的這個能量場呢，做一個穩固 ，OK， 所以我覺得你買這個花回家，除了心情會比較好之外呢，不知道為什麼你的心會有一個安定感，哈，所以如果你最近呢，就是想要調節一下自己的這個心情狀態啦，哈，或者是你能量場狀態呢，我覺得你可以嘗試這3種顏色的花束，好吧 ，OK 哈。好，那接下來呢，第二個要給處女座的朋友們的開場訊息是呢，我感覺處女座的朋友們，你們最近有一些人呢，可能會特別需要去做一些按摩，也有可能最近你是在做一些復健理療的東西 ，OK 哈，就是有關於這種身體筋膜啦、按摩啦、理療啦，然後還有這種復健的東西，有可能在這個月場景你會需要，或者是剛好在做這些治療 ，OK 哈，我覺得呢，那是因為你的身體在告訴你，你可能要放輕鬆一點點，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哈，因為身體它會对應我們不同的疼痛，也會對應我們不同的情緒，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OK 哈。好，那第3個呢，我覺得處女座的朋友們最近的幸運顏色是白色哈，所以呢，你可以用任何白色的水晶啊，或者是服裝飾品配件，甚至是白色的指甲油，通通都可以，好不好 ？OK 哈。好，那以上呢，這個就是你開場的小貼士，提供給你作為一個生活小補充 ，OK 哈。那我們就準備進到這次你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了哈。首先呢，這個月份你的挑戰牌卡是錢幣6，這3種能量牌卡分別是過去、現在、未來的能量場，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引來事件是宝劍1 ，OK 哈。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麼樣的信息，希望透過我傳遞給這個處女座這個海底撈的朋友們，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感受你能量場上面的呈現跟細節哦哈，請稍後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收看我的影片。為了提供給大家更多豐富精彩的內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維手術室社群，想要邀請你一起來靈活運用媽媽生給我們的大腦。那在社群裡，我將會帶領大家一起練習思維改寫，並且提升自我認知，讓你在面對生活當中的挑戰有更強大的底氣以及過人的應變能力。只要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就會看到思維手術室的社群連結以及入群步驟的說明影片。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吧。OK， 好，我個人會感覺哈，这個處女座你在這個月份呢，要能夠深思熟慮一個你正在考慮的一個東西。那這個人事物呢，它是需要有一個長遠，就是能夠讓你看到長遠的哈。我覺得你再去下這個判斷，為什麼呢？我現在就來解釋一些細節給你聽 ，OK 哈。首先呢，在過去能量場當中呢，你抽到的是錢幣侍者，抽到的是寶劍國王，還有抽到這個愚人牌卡。我認為呢，在過去能量場當中，對不起哈，卡住。能量場當中呢，不好意思，我現在戴牙套哈，所以有時候會講話 K， 請大家原諒我一下 ，OK 哈。好，在過去能量場當中呢，這個跟你出現的或者是跟你交手這個相關狀況、人事物、事件、夢想或目標，甚至是關係、創業都可以 ，OK 哈。反正這個人或這個事或這一件事發生為你帶來有一種全新的希望 ，OK 哈。但是我先告訴你不要急的原因就是在這哈。這個權杖國王給我有一種感受，就是說這個人出現或這個事件發生或這個機會來了哈，請新來的朋友們，你要靈活運用我的訊息套用在你生活場景當中 ，OK？ 這個權杖國王會讓你感覺說，我也找到人生的熱情的，我好像要重新燃起了我的愛火了哈。比如說你看的可能是一個對象 ，OK 哈，或者是比如說這是一個你夢寐已久想要去追尋的這個機會的夢想 ，OK？ 那這邊有一個這叫大象，大象它是拿着一個這個錢幣，這個是錢幣侍者 ，OK？ 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呢，你感覺這個出現的人事物
除了給你帶來剛剛我跟你講這個新的開始，這種熱情、這種感受、這種情緒高亢之外呢，還有一件事情哈，你呢在這裡哦，有點像這個大象已經咩，我也想，我剛剛叫那個咩是羊吧，就是反正就是那個大象，他們鼻子舉起來的時候會叫那個聲音，就會覺得哇歡呼了哦，我接下來呢前途一片光明了哈。為什麼呢？大象呢象徵的就是前面毫無阻礙。OK， 然後呢，你就會覺得哇，這個人來，這個錢幣象徵的就是說，你覺得這個人哈，好像對應到了完整的家庭 ，OK 哈，終於夢寐已久的工作機會哈，或比如說終於找到一個創業的好投資的項目 ，OK 哈，所以這邊呢，我要給你一個提醒，就是說呢，不是說這個不好，而是你要稍微踩一下剎車。為什麼我會跟你說明哈，在這裡 OK？ 因為來到現階段的能量場，你抽到的是女祭司，還有這個錢幣1，還有這個錢幣10，錢幣9。好，那錢幣9加錢幣1象徵的是錢幣10，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呢，你覺得這個交手相關狀況人事物呢，好像給了你一個錢幣10的模樣，就是說呢，哇，這是一個完整家庭，他應該會成為我這個命中注定的人哈，或者是這個工作來的話呢，我相信我就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面呢，比如說就可以發展的如何哈，所以。為什麼我會跟你講說這個人的這個錢幣呢，會給你有一種我暢通無阻了，我再也沒有障礙了，我人生好像獲得救贖了哈。所以這個錢幣呢來的時候呢，你原本是這個錢幣9哦，所以你覺得它好像完整了你，還是說它補足了你其中的一塊？OK， 所以這個時候呢，你就會有一些要去思考的哈。這個女祭司象徵的意思就是說，一些陰暗面，或者是一些需要考量的層面，或者是你看不見的東西，或者是比如說這個背後，比如說我們簽合約都會有一個但書，這個但書你可能看不清楚，或者是這個人真正他心裡在想什麼，你可能摸不着頭緒。OK 哈，所以呢，你要注意哦，你這個錢幣來到你身邊的時候，你會忽略這個事情。OK 哈，然後呢，你就會覺得它好像就是一個錢幣10。OK。但是你的挑戰呢，就是在這裡哈。你的挑戰是這個錢幣6，這個錢幣6象徵的就是稱斤論兩 ，OK 哈。意思就是說呢，你要注意看，這個是錢幣3加錢幣3，象徵的就是你跟我合作，我跟你在一起哈。所以這個天平才會是平衡的。那這個天平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這邊是一支寶劍。意思就是說呢，在你要合作之前呢，為什麼中間插一把寶劍？就是老天爺呢，我覺得他有點是在我覺得這邊現階段能量場應該會出現一些事情，讓你覺得隱隱約約哪裡不太對哈。不是說這個人一定做了壞事，而是說可能有一些小事件，或者是比如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你剛開始的時候沒有注意到。OK， 所以這邊可能會有人提醒你有事件會發生，或你感覺哪裡不對勁，你要相信一下你自己的第六感。OK， 所以這個寶劍在這裡要告訴你，就是你要去衡量稱斤論兩，你要覺得這合不合理。OK， 這個人合不合乎我的標準哈？或者是比如說這個工作他提出的這個條件有沒有符合我的需求 ？OK 哈，所以在這裡你的挑戰就是說呢，你不能因為這邊好像有點蒙蔽了哈，或者是太美好了哈，或者你覺得太棒了哈，結果你忘記了好好的去衡量一下，這個就是你的挑戰 OK 哈。因為我總覺得哈，這個進來的這個人事物呢，在某種層面上面來說呢，非常滿足你的我要怎麼說呢？實質需求，比如說這個是一個有錢人，好，你就覺得哇，嫁給有錢人了，我這輩子下半輩子就不用工作了哈。或比如說你進到一個非常大的國際公司，所以你就會覺得說國際公司這麼需要人才，我只要進去，我再也不用怕沒有工作可以做了。就是說，你不怕這個工作會，比如說不怕這個公司會倒，不怕這個公司會 fire 你哈，或者是比如說你找到一個很有力的創業的這個夥伴 ，OK 哈，有這人跟我創業哈，他有人脈，他有資金，他有資源哈，我就不用怕了 ，OK 哈。所以我覺得這個人事物給你一個很穩固的感覺，所以你就好像就是就好像把它想得太美好了 ，OK。但我不是說它不好哦，我的意思是說，你的挑戰就是你要衡量一下。OK， 例如他如果有資金、有資源或者有人脈，他為什麼要跟你合作？你想一下。OK， 那是不是代表說他出錢，你出力，就做的半死，累的半死就是你 ？OK， 或者是這個人很有錢，但是呢，他可能就會去看那你的身家背景跟我一不一樣？那他可能會考驗你說你是不是一個很勢利的人，或者是你跟他有沒有共同的價值觀？這個都是你要去衡量的。OK 哈，所以我就稍微講幾個舉例，然後你自己去套用在你的狀況當中哈。所以在未來這邊呢，是有一個 Judgment 跟一個聖杯5，然後還有一個聖杯10哈。這就是為什麼呢？我個人會感覺哈，這個挑戰要出現之後，你才會意識到說，你才會有點像是靈光乍現的哈，就是像這個燈一樣，你才會出來去審視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錢幣十就是這個出現這個來到我生命當中的人，可能有機會跟我拼湊成錢幣十的人，他有辦法為我帶來這種聖杯十的滿足嗎？意思就是說呢，這個人出現，比如說他很有錢，但是他可以給你情緒上面的滿足嗎？因為你可能很需要有人陪啊，但這個有錢的對象，他可能每天都在外面工作很忙啊，他沒有辦法給你情緒價值，是不是這樣說？對吧？或者是比如說，假設好了，這個出這個資金的這個金主他就是呢不會誇獎你，他覺得我出錢，你本來就該出力啊，你要我有什麼好誇獎你的 ？OK，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你要能夠去審判、去思考說，這個進來雖然看起來對你有利，但他能不能提供你情緒某個層面的滿足？因為在這裡呢，這個聖杯，你注意看到這個杯子是一個人承擔4個聖杯在這裡，意思就是說4個聖杯就代表你接受了這個人事物的機會進來。但是你注意看，最大的這個聖杯在這邊，這個杯子已經破掉了。所以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呢，在這個跟你交手的人事物關係當中呢，非常有可能你情感不被滿足，或情感可能会被消耗，或者是跟情緒方面可能跟你一開始想的會開始有落差出現。OK， 所以你要去衡量，你覺得這個交易或這個交換或者是這個改變適不適合你。OK 並不是說它不好，而是說你覺得適不適合，能不能夠 O 不 OK， 這樣就好了。OK 所以來到這裡呢，最後這邊你的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的事件是這個寶劍一。OK 那這個寶劍一呢，就是一開始我跟你講的這個錢幣流中間這個寶劍一，這是你想清楚的。目前呢，你可能暫時看不太清楚，因為你可能還在這個狀況裡。來到後面，你開始意識到情緒上面有點不對勁的時候，這個寶劍一它就會出鞘了，它就會想清楚了，你就會說，哎呀，當初我好像沒有衡量好哪個地方，我好像沒有注意到哪些東西，我可能沒有考慮不夠周全。OK 這個時候在後面才會比較容易出來，你才會比較容易看得見。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就用宇宙驗證牌卡來驗證我剛剛要跟你講的細節。然後最後呢，等一下我們也會來看宇宙還有沒有什麼樣補充訊息要給你，好吧 ？OK 好，那請稍等我一下我幫你把牌卡洗出來。OK 我覺得處女座的朋友們在這裡這個人呢，我可以告訴你你還有一個課題，就是說這個人他補足你哪個地方那個地方有可能你自己要先補足才可以。OK， 因為我覺得有可能就是因為你缺這個東西，所以當這個人事物進來的時候呢，你就扒上去了。扒上去之後呢，你就會發現，這個人他可以給你，他也可以拿得走，是不是這樣說？對吧 ？OK 好，所以呢，在過去能量場當中呢，你看這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豐盛的這個豐盛的叫怎麼講 ？blessing 就是說綻放的豐盛就是說哇，你看，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會跟你講我在前面為什麼會停下來，突然感受一下這個能量場，就是說這個人會給你很多實質的東西，就是這些豐盛啊。所以你突然覺得說哇，這個人來了，我有錢幣十了，你懂我意思嗎？所以這就是過去，在過去的狀況當中，你感覺這個人來，這是一個3號牌，3號牌象徵就是一個合作，就這個人來了之後呢，或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呢，我人生好像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機會，這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所以這張牌卡就是要告訴你，你呢就會像這隻狗狗一樣，很開心快樂的向前衝過去。OK， 因為這可能是你一直夢寐以求的人選，或夢寐以求的機會，或夢寐以求的這個合作對象。所以來到這個現階段能量場，你注意看到，這就是我跟你講的。你看似什麼都很好，可是你注意看到，你是一個人走在這個棧道上，然後全部的世界是一片黑黑暗暗的。這個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女祭司，就是黑暗層面你沒有看到，情緒層面你沒有考量，對方在想的一些心思你了不了解，或者是這個合約裡面有沒有一些蹊蹺的地方，這個就是這個世界牌卡，世界應該是很明亮的，但為什麼你一個人看着這個世界，可是這個世界是黑暗的？這個就是我要特別提醒，這個女祭司給我一個感覺，而且你注意看到這個貓是坐在一個藍色的球下面，就是這個東西，所以我才會跟你說，這非常有可能有一些隱藏的東西是你看不見的，包含我剛剛跟你講的你要學習的那個課題，就是這個人他可以給你，他就可以拿得走，所以會不會是因為你缺乏這個東西，你目前沒有辦法自給自足，所以他出現的時候你就掉到那個坑裡面去了。所以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你可以注意看到，這個就是我跟你講的 Happy Family， 就是這個聖杯十嘛，對不對 ？OK， 所以我才會跟你說，這個聖杯十呢，這邊這個4號牌卡 Happy Family 這2張牌卡就是在告訴你，這個人他真的可以給你這樣的東西嗎？這件事情真的有滿足給你一個更鞏固的未來嗎？這件事情真的像彩虹一般美妙嗎？我這樣形容不是說你要小心這個人只是一個壞人，這個機會不好，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說你一定要衡量。因為我總覺得，為什麼情緒牌卡都會在未来的能量場出現，就代表說裡面一定會有讓你情緒失衡的地方。因為有可能這個人一開始跟你講說，我要跟你合作，結果呢，走到這邊，他突然跟你講說，我覺得呢，我可能還是跟別人合作比較好，或者是我突然不想合作了，所以你這個失落感或這個落差感，或者是這個情緒，可能就會受到影響。好，我只是舉例，但是你要靈活去運用這些訊息。所以整個月份呢，你在這一張牌卡在這邊，好，這個就是這個花園跟這個 gate， 就是這個門吶，好 ，OK， 這張牌卡要告訴你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要去看哈，這是一個人站在花園外面 ，OK， 站在花園外面，這個門沒有打開哦，象徵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月哈來到你身邊的這個人事物，你要考慮一下 ，OK， 你要不要走進去這個花園哈？你進去呢是姥姥逛這個大觀園呢，過得很開心呢，還是進去之後呢，你不知道是羊入虎口呢，還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個就是你要去考量的 ，OK， 因為你可以注意看到，這個人是在門外有點戰戰兢兢看着裡面，他不知道要不要進去，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要去衡量，要仔細的去看一下有沒有你忽略的地方再進去 ，OK 哈，或者是談一個比較合理的條件再進去也可以，好吧 ？OK 哈，好，那接下來我們最後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補充訊息哈，他們說1張就可以了哈，好，行，就是這一張 ，OK， 來，注意看吧，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提醒你，因為這邊有一隻狐狸 ，OK 哈，我必須要告訴你哈，你們某部分這個處女座哈，你在合作的這一個人哈，我不會說他是狡奸巨猾，我只能說他很聰明 ，OK， 所以。在跟這樣子的狐狸的人哈，就是交手的時候呢，你可能要聰明一點點 ，OK？ 這個我覺得已經是一個訊息跳出來要告訴你了。為什麼我會跟你講說，這個人不是壞，但他可能很聰明哈，他看上你呢，有可能就是你身上有他需要的東西哈，或者是比如說他覺得跟你合作，他比如說怎麼講，有錢可以賺，或有人可以幫他工作，或者是比如說他看準了你哪一點 ，OK 哈？那當然我不是要把這個人事物講得那麼壞。但我是要告訴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說這個要謹慎，好不好？因為如果連狐狸都出來，那就代表說這件事情你要好好的去觀察才可以，好吧 ？OK 哈，好。那以上呢，這個就是要給處女座這一次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我希望其中的資訊能夠幫助到處女座的朋友們，在這個月遇到這樣子的人事物的時候，你可以多加謹慎，多加小心，再去下你的決定，不急，好不好 ？OK 哈，祝福你哦，處女座的朋友們，非常感謝你來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會喜歡。那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嘍，拜拜。